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科技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台 iPhone X 的维修案例。这台机子呢是一个重摔机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框呢已经完全变形，然后前面的面板、内屏，包括后面的面板已经全部都爆掉了。我不知道呢，它之前是经历了什么，但是由于客人说里面的资料非常重要啊，希望我们务必帮它修好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拆掉机子，看一下主板什么情况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先看下这个主板的情况啊。哇，这里面还有一点玻璃渣子啊，是它那个屏上的应该是。然后呢，主板是没有修过的，还好，也是比较完美的。我们看它中层有没有被摔裂的痕迹，轻轻掰一下，哦，还可以，啊，挺好。那我们先夹电试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先夹上电源表，看它能不能开机啊。点一下开机键。哎，它定在这里了啊，定在80毫安左右哈。那它这个板呢是一个英特尔的板啊，那如果是定在80毫安左右的，肯定是没有识别到下层，那可能下层有点虚焊啊。其实如何去区分这个英特尔的板跟高通的板呢，是很简单的啊。我放在显微镜上给大家看一下。英特尔的板呢，它这个下天线的这个控制器呢是竖着的啊，来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是竖的。这个高通的板呢是横着的啊，横着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动什么东西，直接看这个就可以区分了。高通的主板呢，它是上层板单板就可以开机的。英特尔就不一样啊，它必须要上下层要连接才可以开机。所以像这个英特尔的板呢，它单板开机定80，那几乎都是上层板跟下层板之间是没有连接好或者是虚焊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加热平台，然后呢给它分开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掉点的情况。好，我们开机啊，这个温度大概150就可以了啊，因为这个是新款的。这个下面呢是一大块铜片啊，接触的面积会大一些，不像之前的款式，像这种，这个呢它的接触面会比较少哈，那么加热的时间肯定要长一些，那看个人喜欢哈，当然这个做起来呢风险会更低一些，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会快一些，比较顺手啊，所以我就喜欢用这个平台。好，我们先呢把这个纸给它切一下啊，要不然分成两分不下来。然后顺便呢把这个胶给它撕一下。好，现在温度140哈，然后呢我们轻轻的敲一下看能不能起来。诶，可以了啊，这个真的是快，140就可以下来了。哇，好，关机。这下呢可能真的是个大工程了。我觉得我要崩溃了，我放显微镜面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主板。哇，你看这边这个上层的点全部都几乎可能有2、3、40个啊。那我们大概数到这里10个，这边哇这里还有啊，可能30、40个最少哈。我们看上层板，全部都掉到这边，这边全部都掉了啊。那么即使有开机的话，它可以是没有触摸，这个因为客人要保资料，正常呢我们都是扳板的，但是今天呢给大家挑战一下啊，就全部由纯手工完成补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。好，我用这个夹具固定一下啊，这样可能会方便点。我先把它刷干净，把焊油刷掉，看一下。哇，惨不忍睹。外面呢是接地的圈，我们可以不用补啊。但是里面有用的点，肯定一定要都把它补上。这里还有一个。
这边没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把它刮出来啊，稍微放大一点。哇，这个顶的工程确实有点大。刮的时候呢，怎么讲？稍微轻一点啊，不要刮太多了，等下万一底下有别的线路刮出来比较麻烦啊。然后把它稍微刮大点，好补点啊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外圈这里是地线，就不要再刮了，所以我们补的时候要注意滤油把它盖紧。好，下一个。好像这种点的话呢，它这个根扯得太多了，这边有2个小点，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边，我们可以放点天钠水啊，用这个刷子这样刷一下，看看它内部的根的走线。啊，这样应该可以看得到吧？啊，有几个根呢？有几个根，不是这边哈，不是左边啊，左边这个是别的线，就别再刮进去了。右边这里明显有点断的，我们刮右边这里。啊，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啊。好，在这啊，它是从这里断，稍微刮长一点，因为这个线比较细，等会我们用粗线补，可能粘的没有那么牢啊，所以刮长一点点。好，这边呢也是同样，我们看不到线，也是一样用洗板水刷一下，看下线在哪里。在最底下啊，最底下，可能也要把这层刮掉才看得见。好，我们顺便呢看一下这个点会不会松哈，如果会松的话也一起补了。啊，挺紧的，很紧啊，很紧就不补了。那我们就往下。好，这边我们就刮完了哈，然后这边还有2个点，我们也补一下。好，我们放大看一下。好，这下真的 OK 了。我们刷干净，放上油，开始补线。先把它们重新放上新鲜的焊油啊，然后呢，先给它上漆，上好漆呢，我们才能补线啊。上漆了啊，放大点给大家看得仔细一点。用你的尖头碰一下这个点就行了啊，这样碰一下它就能上漆了。这个点呢，刚才刮的不是很深呐，不上漆，我们再把它刮深一点，上面有一层绝缘的东西没有刮开。好 ，OK， 先开始补线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用这个铜丝给它接上啊，可以用粗的啊，因为接触面广一点，有时候会好一点啊，牢固一点。先把这个补上。
我们这里补完呢，等一下刷干净啊，清理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一些线是松的，松的我们还要加固一下啊，要不然都掉了很尴尬。弄的时候轻一点啊，先搞干净，顺着它走啊。也可以用这个布呢，海绵布给它刷一下啊。这无尘布吸啊，说错了，不是刷，吸。不停，这掉了一个啊，重新再补一下，这个线太细了。好 ，OK 了啊。这时候我们开始打圈圈补滤油。在打圈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发现有些根是比较细的，然后又比较容易掉，你就先别圈它，你就先把它的根先滤油盖上，盖稳了，然后我们再去圈，圈完再盖一道啊，不要懒，要不然你一扯那个根断了，等会又白来啊。圈中心点就行了啊。像这种就不要掉，等会我们就别圈。直接先补滤油，先盖紧它再圈啊，先圈这个吧。这个没问题。用刀尖好圈的。由于这些线呢是都比较不结实的啊，就是它下面的根呢比较容易掉，然后又很细的。那我们先直接把它这边滤油盖上啊，把这几个盖上，就这两个比较结实，我们把这两个补上线啊。其他的都不是很结实，我就怕等会掉了又重新补啊，就比较麻烦。我们先用滤油盖一下，然后呢再去补，那会好很多。其实这个点应该是个，这里有一个，哦哟，看到吗？那我们再看这边还有没有？我去，哎呀，还好发现了，要不然等下又一失足成千古恨了。哎呦，哇，这边还可以，这边也可以，这边，还行，哇，又多了3个啊，又多了3个，先把这个补上吧。好，可以。我们现在开始盖滤油啊，因为这边还有很多是比较松的，我怕它掉，我就直接先盖上滤油再圈了。先把这里一圈盖上吧。好，差不多了啊，这些我能盖我都盖上了。我们先烤缸，烤缸了以后呢，然后再轻轻的刮，看有不足的地方，重新再补一下。那么上层呢放那里烤，下层我们要清理一下啊，把这些掉下来的这些点呢要脱掉，要不然它绝缘的焊不上。先把它刷干净。
然后呢，把那些补了点的地方啊，要把球补圆一点，像这种直接削掉就好。好，挨个的给它上漆。不要求很大，但一定要有，太小了就不行。好，这个差不多了，我们先放一边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烤绿油的拿过来看一下。我们先把能刮的刮出来，然后呢，没有打圈的再给它打个圈。诶，这里掉了个点啊，这里我们等下重新补一下，这个线不见了，刚才可能没注意。好，然后这边呢还有一根线，刚才不小心掉了，我们重新给它补一下。补完烤缸全部刮出来，然后呢要测一下对的组织啊，不测的话装上去就太鲁莽了。千万要小心啊，这里一小根，搞断了又要从这里挖，很累的。然后呢，这边还要先盖一下啊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万一等一下掉了又麻烦，所以不要麻烦，就不要嫌烦。然后把其他地方都盖一下啊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那我们再烤干一下，然后等会最后再把这个补出来，这个就不烤了，直接圈上我们就装了。先烤干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打来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把它全部都刮出来，先从这边开始。可以稍微刮薄一些啊，因为这边补了2次绿油会稍微有点厚，放大一点，清楚一点。你们在家里补的话也可以用砂纸啊，我是喜欢用刀片，用习惯了，所以我都是用刀片刮的。还是那句话啊，不管你用什么工具，用什么方法，顺手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，不要盲目去跟着别人学习说一定要用怎么样的东西，没有这样。好，这样就差不多了啊，刷干净，确定一下没问题，我们就要合成了。这里还有一根线，等一下圈一下啊。好，这样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对的组织，把每个点都走一遍啊。这个点没有，等会我们看一下这个点管什么的。我这个望远表呢，大家可以听到声音哈，有声音就代表有组织哈。但是打到封面档的时候，接地才会有声音。啊，这个是接地的，确定是接地的。
这也是地线，我多补了2个地线。OK， 好，我们图纸上面看一下这个点哈，这个点数一下。好，第18个点它是没有组织的。我们反表笔试一下。哎，反表笔有啊，它应该就是个负压的啊，负压的这个点。我们来图纸看一下，这边18个点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 S120啊，确实是个 PN657一个负压哈，确实是负压。啊，刚才我们看的图纸，它确定是个负压的哈。我的表呢，只能反表笔才能测得到，有些表也可以测得到的哈。因为每个人表都不同哈，那也没关系，大家理解就行。好，现在就可以开始装了，再检查一下下，还有没有什么细节的地方。可以把这个铜刮出来点，要不然不上漆。刚才这个点。好，差不多了啊。我们现在开始合成。先给它放点焊油啊，直接带一点点风枪就可以。好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给它对准。这里应该没问题。对呢，我已经教过大家了，大家可以用镊子这样子夹它几边，然后慢慢的挪动，挪动到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啊。这里还有点多啊，再往回一点点。好，可以开机。好，这个温度已经可以了啊，大概140、150不到一点，它已经冒烟了。我们看它能不能归位一下啊。好，可以啊，我们关机压一下。好，差不多了啊，我们拿下来看一下，应该还不错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先开机试一下。好，我们先夹电看一下能不能开机，如果能开的话，我们再测试一下。好，看一下机。哎，电流上来了，可以开机了。那我们装个屏试一下。好，我们拿一个屏，看能不能进系统。啊，加上电。OK， 可以亮啊，我们看看能不能进系统。主要是资料啊，主要是资料在不在。OK， 好，到时候我们问客人拿密码，然后测试一下其他的功能。经过我补了30-40个点以后啊，这个资料是保住了。我相信客人呢应该是很开心。但是正常在我们实际维修当中啊，掉这么多点呢，是肯定会选择扳板的。但是扳板的话呢，它相对来说肯定会有一定的风险啊，所以，那么因为客人说这个资料真的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就不想有一点风险，因为补点的话几乎是没有风险的，所以辛苦也就辛苦一点吧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